我现在是来到了湖南湘西的芙蓉镇了。芙蓉镇是被称作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，的确名副其实啊。这座古镇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，是土家族土司文化的发源地之一，也是电影《芙蓉镇》的取景地。那么除此以外，这座古镇还有很多看点，比如瀑布底下的水帘洞、1000年历史的西周铜柱、土王行宫等等。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，从入口逛到夜景，慢慢的来感受这座湘西古镇的浪漫与厚重。很多朋友来到这里都会好奇一个问题：这座古镇为什么既叫王村又叫芙蓉镇呢？其实2个名字分别代表了它的历史身份和时代印记。芙蓉镇最早的名字是叫王村，意思是王者之村。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险要，上通川鄂，下达远离，自古以来就是湘西水路的交通枢纽。早在秦汉时期，这里就形成了村落。到了5代十国时期，这里成为了西周土司的政治中心，也是土司王朝最早的都城，因此被称作王村。它与龙山里约、泸溪浦市、花园茶洞并称为湘西4大名镇。而芙蓉镇这个名字呢，则是源于1986年谢晋导演的电影《芙蓉镇》。当年剧组可谓是走遍了湘西，最终选定了这座未经修饰的古镇作为拍摄地，由刘晓庆和姜文主演。当时的刘晓庆可以说是国内顶流的大明星了，而姜文刚从学校毕业，还没有什么知名度，所以这部电影算得上是他的成名作了。芙蓉镇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轰动全国，王村也因此名声大噪。为了更好地传承文化、发展旅游，2007年王村正式更名为芙蓉镇。可以说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半是1000年土司历史，一半是光影文艺传奇。为了更好地来游览芙蓉镇，昨晚我还特意看了一遍《芙蓉镇》这部电影。想不到，早在1986年，国内就拍摄出了如此高质量的电影。建议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抽时间看一看，绝对值得。电影里面的芙蓉镇看起来非常古朴原生态，但是现在呢，已经是2026年了，40年过去了，芙蓉镇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古镇里面依然可以找到电影里的场景。等等，我们进入到古镇里面，看到相应的场景，再来回顾一下电影里的情节。进来古镇之后呢，首先到达的就是西周土司广场，这里可以说是芙蓉镇的文化开篇了，也是古代土司举行各种仪式、接待宾客、举办民俗活动的核心场所。在古代，湘西长期实行土司制度，简单来说就是由中央王朝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作为土司，世代管辖一方土地，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古代版的1国2制。湘西土司制度延续了818年，而芙蓉镇正是土司制度的最早起点之一。这个广场他们也叫做白手堂，因为会在这个舞台上来表演白手舞。舞台的对面呢就是土王祠了。你看这边呢还有一条风雨长廊。那么在土司时代这里就是权力中心，也是文化中心，所有重大的庆典、祭祀、仪式都会在这里举行。在土司广场的旁边呢，有一组雕塑，叫做西周铜柱园。里面最核心、最珍贵的就是中间那一根西周铜柱了，这是国家1级文物，被誉为土家族的历史法典。这一根铜柱是铸造于公元940年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。来看，这上方是刻着很多文字，讲述的是一场改变湘西历史的战争——西周之战。在5代时期，楚王马希范与西周土司彭世仇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，双方打了1年多，最终2败俱伤，就决定议和。议和之后呢，双方就立下铜柱为誓，将盟约、边界、权利义务全部刻在了柱上，约定永不互相侵犯。这一根铜柱的高度呢，大概是有4米，八面形，里面呢是空的，上面是刻有2000多个文字。不过这一根呢是仿制品，正品是放在古镇里面的博物馆里。等一下我们去到古镇里面呢，可以去看一看。这里还有一块碑，上面写着“疆域有表，国有为，此柱可立不可移”，指的就是那一根西周铜柱了。离开铜柱园，继续往前走就是土王桥了。这是一座典型的土家族风雨廊桥，下面是石头，上面是木头，它横跨于溪流之上，连接古镇的2岸。
造型非常的美观。现在我们就穿过土王桥，去芙蓉镇的另外一个标志性的景观——芙蓉镇大瀑布。站在桥上这个角度来看古镇，景色非常不错。你看，这下方呢就是一座瀑布了，远处呢就是层层叠叠的吊脚楼。我刚刚就是从这一边进入古镇，现在往这边走，去芙蓉镇大瀑布。刚刚忘记说了，这里的门票呢现在是108。其实我在2021年的时候来过一次，那个时候呢门票是60块。当时这条街还没有开满店铺，现在呢全部都是店铺了，看起来非常的商业化，都是一些古镇标配的店铺。继续往前走，这里有一些电影的剧照，都是在湘西一带拍摄的。来看，这里有个边城，这是我要到的下一站。这些呢就是芙蓉镇的剧照了。当时的刘晓庆还很年轻呢，在芙蓉镇呢还拍摄过《乌龙山剿匪记》《血色湘西》。这是古镇的第一个观景台，来看看。已经连续下了几天雨，但是这个瀑布的水呢，看起来没有多大。继续往前面走，前方还有更大的观景台，这里就看得非常全面了。现在瀑布的水确实是比较小。这里下方是有一条栈道可以通往瀑布的下方，那这里呢就是水帘洞了。等一下呢，穿过水帘洞去往古镇的另一边。芙蓉镇瀑布，楚蜀通经，唐伯虎草亭。难道唐伯虎还来过这里吗？站在这下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，这是整个古镇最震撼、最标志性的景观了。芙蓉镇也正是因为这个景观才被称作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。这座瀑布高60米，宽40米，是分为上下2级，从悬崖峭壁上倾泻而下。更加奇特的是，瀑布穿镇而过，将古镇一分为2。吊脚楼就是建在瀑布两侧的悬崖上，形成镇在瀑上、瀑在镇中的奇观。如果是在风水期过来的话呢，整个景观就会更加的壮观了。即使是在大晴天也经常可以看到彩虹。那么现在呢，算是枯水期了，瀑布底下的岩石裸露出来，就显得另有一番清幽的意境。由于最近一直都是在下雨，所以现在整条游览栈道都没什么人，只有我一个。这里虽然叫做水帘洞，但其实呢也是一条古栈道，也是古代王村人经常出入的一条通道。这里还有一个景观看起来这里面是有很多钟乳石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努力嘎巴。那这个雕像呢？没有看到雕像继续往前走，前方不远处就是水帘洞了。原来土王行宫就是在瀑布的旁边呢，现在就进去看一看。这座土王行宫也叫做游阳宫，它是修建于公元910年，是土司彭世仇修建的李政居住的地方。那么后来土司迁都到老司城了，这里呢就成为了历代土司避暑休闲的行宫了。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可以看到整座行宫呢，它是依山而建，雄踞在悬崖之上，飞檐翘角那么这里面呢是有正殿、厢房、庭院、观景台，一应俱全如果这座行宫是建于1000多年以前的话呢，它就应该是文物。但是呢，这里看到有一块牌子，是写着私人宅院自助茶楼，茶水费10块钱。看一下这上方写着游阳宫。刚刚我是问了一下坐在旁边的这位大姐她就指着这块牌子给我看，茶水费10块钱。看完了土王行宫之后呢，现在就走到下面的栈道，去穿越水帘洞。这一座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牌子写着唐伯虎草亭的地方了。因为沿路呢就只有一座亭子，但是实在看不出这座亭子跟唐伯虎有什么关系。继续往下面走，已经非常接近水帘洞了。这上方是有很多钟乳石
看看这里的景观，称之为水帘洞啊，也是名副其实了。这个洞穴还是古人类穴居的遗址。那从这里呢，就穿过水帘洞了，水汽好大呀！哇，这里让我想起以前游玩过的黄果树水帘洞，那里呢也是有一个类似的景观。哇，这里的水最大了，声音也很大。哇，真的是冒雨而过。走到这里，回过头来看看，景观也是非常的不错。在瀑布的另一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处摩崖石刻，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字？这看起来呢像一个字，但其实是4个字，叫做山青海岸。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探花警员坐船来到这里，被这里的青山绿水啊所吸引到，就大笔一挥写下了这4个字“山青海岸”，是表达了他的心声，就是要勇登书海，苦渡雪海，到达胜利的彼岸。来到古镇的另一边，游客就非常多了。现在沿着这边的游览栈道啊走过去，下方呢就是游水码头。这里又是一条长廊，并且展示了很多照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还有沈从文的一句话，叫做“白河中山水木石最美丽清奇的码头，应属王村。夹河高山，碧绿拔峰，竹木青翠，岩石带黑，水深而清，鱼大如人。”沈从文笔下的白河，指的就是下面这条游水了。芙蓉镇，来看一下，这边呢是有条阶梯，看看能否走到另一边来看看。哇，这里是堆了很多垃圾耶！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游客走到这边来。那这里就是沈从文笔下最美的游水码头了。在这里呢是有一面芙蓉镇的剧照，如果看过电影的话呢，应该可以想得起来这是哪一个剧情呢？就是他们俩呢偷看王秋赦从窗户上跳下来的场景，也是整部电影呢最搞笑的一个桥段。游水码头正对着的就是芙蓉镇最核心的街道了，5里石板街。这条街呢全长啊是5华里，由青石板铺成，从游水码头一直延伸到山顶，总共是有25级大台阶，308级小台阶，是湖南保存最完整的古石板街之一。街道的两侧呢，还是保存了一些老的建筑，比方说像这栋呢，就有点像是民国时期的建筑了。
走，现在就进入古石板街。芙蓉镇这部电影80%以上的镜头啊，都是在这条五里石板街取景的。来看这个呢，就叫做大的台阶啊，总共是有25级。这个呢就是小的台阶了，总共308级。看得出来，古镇里面大多数建筑啊，都是后来新建的了。像这栋呢，还是老的建筑啊。差一点错过了，正版的西周铜柱啊，就是在这里面。现在进来看看，千年一柱，天下太平，用玻璃包裹着，那看起来呢，应该就是正品了。看一下这个位置有个痕迹，这个看起来像是实心的，高度的话呢，大概是3米多高。外面那个呢要高一点，这就是铜柱上的译文，总共是有2000多个字呢。这里有个雕塑叫“天下第一罗”，果然是非常大。现在古镇里面的楼房呢都是盖得挺高啊，有些呢都高达5、6层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这座建筑呢，我有印象了，当时姜文还有刘晓庆呢，就是趴在这个角偷看那个王秋赦从那边的窗户上跳下来。我还记得是哪一扇窗呢？来看看，就是这一扇窗了。从这里跳下来，最后呢，脚啊摔折了。这个场景呢，是整部电影呢最搞笑的一个桥段了，大家有空啊，一定要抽时间看一看这部电影。电影里的姜文和刘晓庆扫大街，就是扫的这条5里石板街了，从街头扫到街尾。街道的上方铺上这些雨伞，还真挺好看的。拐个弯就来到古镇的上面了，前方不远处啊，就是电影里刘晓庆扮演的胡玉英开设米豆腐店的地方了。来到芙蓉镇啊，必然要提米豆腐。电影中刘晓庆扮演的胡玉英啊，就是靠卖米豆腐为生，让这道小吃啊全国闻名。芙蓉镇113号正宗刘晓庆米豆腐店，不知道刘晓庆拿了代言费没有啊？来看一下这边呢，还有很多剧照呢。也点一碗米豆腐尝尝啊，就是这种了哈。要咸的甜的？就咸的吧，这种是咸的啊。嗯。好，来一碗，10块钱对吧？好的。好，等一下我扫码给你啊。加入一点汤。这个就是米豆腐，这就是剧照。趁热吃吧。这是由大米磨成浆制成，里面呢还放了一些脆萝卜。尝一口，刚好当做午餐了。酸酸辣辣，还加了一些木耳碎。芙蓉镇电影里胡玉英的米豆腐店旁边呢，也是有一座牌坊，但是这座牌坊呢，看样子啊已经不是原物了，看起来非常的新。上面还写着“圣旨”2个字啊，都是皇帝赐建的。这条石板街啊，它不仅是一条路，更是芙蓉镇生活的脉络，也是历史年轮、文化根骨。从5里石板街走到尽头啊，又回到了白手堂，也就是土司广场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芙蓉镇之旅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